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手指断财运旺衰。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
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2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
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手相预测主要从色泽、形体还有纹理这3点入手。手相重、纹理清晰无杂纹的命主，一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事业有成，婚姻早成，财运早旺。如果手相重再出现一些特殊的较为有利的符号，则会锦上添花，让自己的财运更上一层楼。元宝纹，元宝纹是指手掌中的玉柱线、生命线和智慧线构成一个元宝纹，注定一生财源广进，富贵有望。下图中命主实际从小家庭不富裕，毕业后23岁工作，27岁仍奋斗，但事业运开始有所好转。夫子眼，手相重，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1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次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井字纹，手相重，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一马平川，一马平川中，马是指的命运线，川是指的川字纹，过了感情线和智慧线方程。若命运线穿过生命线、感情线还有智慧线，也属于一马平川的范围。手相重，称命运线为玉柱线，又叫事业线。命运线从手掌根部直接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切记必须穿过智慧线和感情线才能称为一马平川。手相重若有次现象者，富贵无疑，而且贵人运非常的旺。难得的10大吉祥手相。财富纹，财富纹决定了一个人的财富有多少。财富纹直且长的人，他这辈子的财富就会有很多，而且获取财富的路上也没什么曲折。如果很短很曲，就说明这个人这辈子获取的财富不仅少，而且过程也很艰难。手指缝，许多人手指并拢之后的空隙是非常大的，而且一点间隙都没有。如果没有间隙，说明这辈子是很能守住财的，因此这辈子也会过得比较如意，顺风顺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浪。断掌纹，断掌纹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手相。如果手上有断掌纹，那么这个人这辈子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是非常吉利的手相。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要抓住机会努力，这样才能功成名就。红润厚实的手掌，其实红润厚实的手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手相。手掌厚实，捏起来比较软，说明这一生都会大富大贵，而且也很平安吉祥，是很好的一种吉祥手相。不动产纹，有这条纹路就说明自己会有很多家产，不仅是房子，而且还会有许多的财富，毕竟房子也是一种资产，房子越多说明钱也就越多，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会非常富足。
6. 钱财文，钱财文这里可能不止一条，钱财文越多，说明能够获得的财富也就越多，因此是越多越好。钱财文只要有，说明就还是有机会能够富裕的，因此要努力工作，抓住机会才好发财。7. 直觉线，手里有直觉线的人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很有投资理财意识，因此他们也知道如何抓住商机，去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吉祥富裕。8. 手中财库，手中的财库是聚集在手中心的细纹上的，一般会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个财库越大，说明能够赚到的钱就越多，手中持有的财富也会越多。9. 太阳丘隆起，许多人的太阳丘都是凹进去的，那么这里就看不出来是否有财了。不过太阳丘隆起的人，财运肯定是比较好的，有发大财的机会。如果太阳丘很饱满，那么也肯定会是大富大贵的命。10. 中指长，虽然中指一般来说都是最长的，但是中指比其他的手指长很多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一生都会非常富足，而且生活也是非常无忧无虑的，是很尊贵的人。第3，手握金竹必暴富，4种发财手，越来越富有。一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竹笋一般细腻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 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无论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长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血气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充盈，做起事来很有干劲，属于天生的上帝宠。而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第4，十分少见的富婆手相，肤质白里透红，有贵气，天生少享福命。中指较长，容易大富大贵。中指较长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他们的理想目标是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要出人头地。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手指并齐没有缝，聚财理财。除了大拇指以外，将4个手指并拢，如果指缝间没有缝，连芝麻都掉不下去，这样的人很会存钱，不管男女都很擅长理财，生活中的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不会盲目，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大富大贵。
钱财纹多会理财。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生活上必定是大富大贵。手中多财库有财运，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手掌厚实，有聪明的求财头脑。手掌厚实的人代表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他们都会充满着干劲，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未来一直在默默的努力。这类手相的人比较容易能大富大贵。6. 太阳丘隆起有赚钱能力。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才能，工作中奖金多，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定不为钱财而累。男的财运好，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第5，案例分享。第一个，掌面流光溢彩，手指条达不见缝隙，偏土行掌，土人稳重传统，做事有诚信，四指严丝合缝，能守财之进退，指节间米糠数文。古代讲是衣食无忧，现代讲小康无忧。食指很长，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也更加注重原生家庭和亲情。掌丘来看，小指水星丘饱满，有活力和口才，沟通能力强，对商业嗅觉也灵敏。食指巽宫饱满，但右手巽宫见杂纹，正财有但不稳，水星丘也见杂纹，偏财也有但不长久。左右手太阳丘都见很多条太阳线，说明人缘不错，比较注重自己名声，比较爱面子，甚至有些虚荣。左手生命线偏浅淡，而且横纹较多，生命线弱，说明体质不强，运势根基不强。相对生命线，脑线倒是深长，人很聪明，脑力强，但体力不强，是个典型的爱动脑不太爱运动的人，建议平衡脑力和体力，人生运势才能稳定长久。第二个，面相骨为阳，肉为阴，讲究骨肉均匀，男阳女阴，男女有别。对于男人来讲，骨稍多于肉，阳气更足，男主有些肉多于骨，阴阳不协调，偏营养质，有些中物欲爱消费，做事有些偏懒散。五官端正，眉浓稍散，为人正直，重情感性，易仗义疏财，额头开阔，早年聪明，学运不错，但鬓发侵入驿马宫，出行运势一般。此处也是30岁之前的财帛宫，早难于钱，对于钱财方面比较大方。眉浓稍短，做事效率高，喜欢速战速决，但是山根偏弱，有些少耐心和定力，青年时期感情易动荡。鼻梁不起，少城府和心机，容易在钱财和感情方面入骗局。不过鼻头肉，中年能见财。唇含不露，不过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兜而肉，晚年能享子孙福。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寿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
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 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 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
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相学中手相是一个极其需要注重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手相特征可以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抓财还是漏财。人们常常喜欢说某某某是能抓财，这其实也是有手相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是漏财手，首先是不容易抓财，其次就算财富到了手里也容易溜走。那什么样的手相是抓财手相呢？什么样的手相又是漏财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抓财手的8种特征。一、事业线起始于土星丘。这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是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延伸出来的，或者说事业线长度较长，能够达到土星丘上。如此修长的事业线，说明了其人在工作中不仅个人能力出众，擅长努力，而且还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即使他们会遭遇意外变故，也能够化险为夷，保持工作状态稳定不下滑。此外，这类人的情感运势也不差，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结婚之后获得好的事业运、财运。二、手指齐整，没有指缝。如果手中的5根手指并拢之后没有非常明显的指缝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的财运非常的好。这种手相除了象征着其人性格自律、擅长赚钱且懂得理财之外，还说明了其人很少会因为意外因素而面临破财危机。他们从来不会在生活中铺张浪费，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财富，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都是井然有序，自然不会有着缺钱的苦恼。三、掌丘饱满，掌心内凹。微微内凹的掌心再加上饱满的掌丘，这样一种手相就是所谓的聚财手，也被称之为聚宝盆。因为从外形来看，掌心内凹，而四周的掌丘突出，使得整个手掌如同盆地一般，故而有着聚宝盆的称呼。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擅长聚财，他们有这类良好的事业运和财运，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才可以保持个人财运的稳定。无论是通过努力工作还是投资，都可以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四、手中拥有好的理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根部位置的短小斜线便是理财纹，也叫做钱财纹。这一纹线便是手相中最能够体现出个人偏财运变化的掌纹之一。好的理财纹一般在3条以上，且每一条都是相当的清晰深刻，外形也是近乎相同，没有分叉、断裂等情况的出现。好的理财纹意味着命主容易获得横财。5、手掌中心长有痣。长在手掌中心的痣被称之为聚财痣，因为手掌的中心往往微微凹陷，其外形就如同一个盆一般，所以也叫做聚宝盆。而位于聚宝盆当中的痣就相当于是财富，所以也称之为聚财痣。这一痣相出现的概率并不高，而一旦获得，就意味着其人的财运十分出色。6、手指甲红有圆。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指甲长得圆圆的，红润有光泽，则往往说明他们自身的精力比较的旺盛，个人的财运亨通，注定就大吉大利的富贵相。所以这样的人不但会赚钱，而且存钱的能力也是一流。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一定会把钱财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经济条件也会上升，福泽几代人，儿女也极少会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7、手掌有井字纹。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用于井字纹，尤其是中指与无名指的位置，则往往属于富贵的象征，往往会有财大气粗的说法，通常说明他们会有横财上门，是富贵的象征。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运气会比较好，个人的能力强，尤其是敢于创造，抓住机会，知道怎么去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去创造价值，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手。8、手掌钱财纹多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位置，往往会以此处的竖纹多多，往往说明此人的收入多多，钱财多多。只要是把钱给他们，极少会胡乱的花销，是聚财的好能手。而且这样的人非常的适合创业，能力运势兴旺，不差钱也不会缺钱，属于典型的财神爷赏饭。只要他们不笨，就一定会取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往后的生活也是会越过越好。2、漏财手的5种特征。1、手掌平薄。
在相学中，手掌以厚实饱满为佳。这种人不但很有福分，而且挣钱的能力也比较的强，做事非常的踏实，人也比较的勤劳，能挣也能存，守财能力比较强。若是掌心平薄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犹豫，缺乏魄力，难当大人，挣不来钱，一生财运很差，即使是辛苦劳碌，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即使有些钱，最后也留不住，属于典型的漏财手。2. 手有漏财纹。所谓的漏财纹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掌有漏财纹，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理财观念，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钱就花，没钱就借，整天想的不是怎么能挣钱，而是怎样去花钱，而且花钱如流水，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钱存。3. 指缝较宽。漏财的意思是手如漏斗一般，抓不住财。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合并起来，闭合不严，手指间有着明显的缝隙的话，尤其是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的状况，这种手型属于典型的漏财手，而且漏财的程度与指缝的大小成正比，指缝越宽，漏财就越严重。这种人一般花钱比较的随性，只要是有点钱就忍不住的要花出去，很难存到钱，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比较紧张。4. 手指修长。从相学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很有才华，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金钱并不会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5. 食指向外歪斜。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做事踏实诚恳，守财能力超强，一生无忧。若是食指长得向外倾斜的话，此为漏财之兆，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个食指是一样的，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这种人破财较多，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通过上述，大家对抓财手和漏财手是什么样的有所了解了吧？大家可以根据上述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漏财之手。如果有碰到自己是漏财手的，也不要着急，漏财手也是有化解方法的。小酱汁有3点建议。1. 漏财手的人可以将金钱交给家人保管。如果说一个人破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投资不谨慎，或是花钱没有计划的话，那么要想避免漏财，可以选择将金钱交由自己的家人保管。只要学会如何去赚取更多的钱财即可，不去管理财富，自然可以减少资金平白无故遭受损失的概率。2. 漏财手的人可以佩戴戒指。当手中存在漏财纹时，可以在食指或者中指上佩戴一枚金质或是玉质戒指，提高自身财运运势。这一类戒指饰品可以起到镇压财气的作用，能够确保自己所赚取的金钱不会因为各种意外而遭受损失，从而减少破财的次数和幅度。3. 漏财手的人可以购买不动产。为了能够存住钱财，可以将金钱直接变成房屋、贵金属以及其他奢侈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不会轻易下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储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命主的漏财运。有的人明明赚钱不少，但因为各种事情从而导致无法攒到钱，这就说明自身漏财，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格外注意，必要时通过一些手段从而防止漏财。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